我爸去世当天，小三带着私生子上门了。我激动得马不停蹄地让他认祖归宗，并在宴席上宣布，弟弟从出生就不在我们身边，这些年亏欠了他太多，我决定把我爸的遗产全部让给他作为弥补。全场掌声雷动，被我的大义所感动。我捂住嘴，怕笑得太大声。上亿负债终于有人接盘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葬礼上，奶奶攥紧拳头，如同泼妇一般的冲上来，哭天抹泪的就要对着我妈妈就要砸下来。你个丧门星，是你逼死我儿子的，你还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啊！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？你这是要让我老宋家绝后啊！我100年后要怎么去见宋家的列祖列宗啊？我要打死你这个丧门星！我双眸一眯，迅速地站起身，一把抓住我奶奶的手。生不出儿子，那是你儿子的原因，关我妈什么事？在家里作威作福了一辈子的奶奶，怎么都没想到我居然敢反抗。她先是一怔，紧跟着就是用力地挣脱我的手，趁我不防备，挥着手对着我的脸就狠狠地挠了下来。就在我伸手捂脸的时候，她又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拉着我就要往我爸的灵堂前拽。儿啊，你快睁开眼看看呐，这就是你生的赔钱货呀，都敢对我动手了，你让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活呀？我那伤心的如风雨摇摆中的妈，护女心切，摇摆着站起身就要拉架，也被我奶奶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刮子。她觉得这样还不够解气，哀嚎着冲到我爸的灵位前：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留下我一个老太婆被这对狠心的母女欺负啊！你留下那么一大笔遗产，没有一个儿子继承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妈怯懦地看着我奶奶，一双手紧紧地抱着我。我知道她此刻更想做的是捂住我的耳朵，想要阻隔我奶奶的那些难听的我。我反手揽住她的肩膀，将我妈妈护在怀里，笑着冲她摇了摇头，没事。这些话，我从出生到现在听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。就在我一脸冷漠地看着我奶奶一个人在唱大戏的时候，一个身姿妖娆的女子手里拉着个15、16岁的男孩，哭嚎着跑了进来，不由分说的就往灵堂前一跪：峰哥呀，你就这么走了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？我奶奶一听，瞬间收住了眼泪，一双精明的眼睛滴溜溜地往这母子身上打转：你们是谁？那女人也不扭捏，冲着我奶奶就喊了一声：妈，他是您的乖孙宋文博呀。说着转头将一旁嘴里叼着棒棒糖的少年往我奶奶面前推：文博，快叫奶奶。少年不情不愿地叫了一声：奶奶。我奶奶一张老脸瞬间乐开了花：哎，我的大乖孙，奶奶终于盼到你了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讥讽地勾着嘴角。做戏都做到这儿来了，正想着，突然感觉到我怀里的身体急剧的下滑。我反应迅速的一把将我妈抱住。她不愿相信地摇着头：不是的，不可能，她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我奶奶拉着她大孙子的手，耀武扬威地走到我们面前：文心啊，这是你弟弟文博，他可是给你爸爸披麻戴孝的人，你跟你妈以后可得小心地伺候着，什么事情都得以他为先，知道了吗？呵，我嗤笑一声，看着他：您怎么就知道他是您孙子呢？说着，我斜地了那女人一眼：就凭那女人叫你一声妈，还是凭她叫你一声奶奶？您就不怕我爸留下的巨额遗产流入一个外人的口袋里吗？我奶奶一听，瞬间就炸了：你个赔钱货，你敢诋毁我大孙子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老太婆说着就要再度对我动手，但
我也不是个好欺负的。我双眸瞬得薄眯，周身泛出一股冷意，向前逼近一步，摆出一副你要是再敢跟我动手，我绝对会让你好看的架势。老太婆被我身上的气势震慑住，瞬间怂了，丧丧地收回手。好，你不相信他是我大孙子是吧？我现在就让你心服口服。他弯腰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点开相册。你看看，你睁大眼睛给我好好的看清楚了，这些都是你爸还有我跟他们母子一起拍的照片，这些还能做得了假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妈仅存的一点希望也被击碎，激动地从我奶奶的手里夺过手机。然而相册内清晰地记录着我爸、我奶还有小三跟这个私生子的照片，从襁褓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全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，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视线越过众人，给我闺蜜使了个眼色。我闺蜜机灵地举着手机，挤过众人围了过来，并且将相册内的照片全都清晰地记录了下来。哐啷，手机从我妈的手里掉了出去，她人也跟着手机狠狠地跌坐到地上，一张脸惨白如纸，眼睛却异常尖锐地盯着远处挂着的我爸爸的照片。她怎么都不愿意相信，她一心对待的丈夫居然背叛她，还在外面养了个这么大的儿子。我奶奶看着掉在地上的手机，正要冲着我妈妈发怒：“你这个死女人！你！”但一想到正经事，她收起手机，朝着一旁围着的族人说道：“文博呀，是我儿子流落在外的亲骨肉，我儿子为这个家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我不能让他临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我想让各位族人在这里做个见证，今天我就要让我的大孙子认祖归宗，送他爸最后一程，拜托大家了。”说着，带着他大孙子冲着在场宋家族长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满头白发的族长先是怜悯地看了我们母女一眼，但这终究是我们家的家务事，他也不好过多干涉，便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奶奶一看这架势，高兴地带着那少年重新回到灵位前：“文博，快给你爸爸磕个头，这样就算你认祖归宗了。”一切仪式全部完成，律师终于拿着遗嘱走了过来，刚准备要宣读，我奶奶护犊子的一把拦在他面前，一双眼睛像是防贼一样的看着我：“宋文新，你给我听着，现在文博才是我们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我们老宋家所有的财产都是他一个人的，你一个将来要嫁出去的人，连一个字儿都别想。我那被她婆婆欺压了半辈子的妈，为了女儿的未来，终于勇敢地站出来一回。妈，这些财产是我跟阿峰2个人共同拥有的，为什么我家文心不配拥有？”她话音刚落，我奶奶不屑地嗤笑了一声，轻蔑地看着我妈：“就你也配？一个只会在家里吃闲饭的米虫，还想来分我儿子的财产？呸！”我妈还想要为我据理力争，被我一把拦住。我冷冷地看着我奶奶，质问：“我爸的遗产，你当真一点都不愿意分给我？”对，我奶奶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势。也是，我点了点头。弟弟从出生就不在我们身边，这些年亏欠了他太多，我决定把我爸的遗产全部让给他作为弥补。但是我顿了一下，既然我们连1分钱都分不到，那你也别想我跟我妈妈给你养老送终。我奶奶脸色一变，明显的迟疑了一下。毕竟她自从我妈妈嫁进门以后，就享受着我妈妈无微不至的伺候，而她呢，一个心情不好，对我妈妈非打即骂。即使这样，我妈妈为了家庭和睦，全都默默地忍受了下来。如今再一看那个打扮妖娆的女人，一看就不是个会在家安分守己的人。我奶奶在心里斟酌了一下，
一副有孙万氏族的架势。好，那你们给我马上从我儿子的大别墅里滚出去，以后我要跟我的大孙子一起住在里面。我视线冷漠地在我奶奶的脸上晃了晃，最后重重地点下头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与我妈跟宋家彻底断绝关系，我们以后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从此各不相干，再无瓜葛。然后我转头看向律师，律师，您在一边也全都听到了，我奶奶要跟我们母女俩彻底断绝关系，麻烦您起草一份说明书，还有我们母女俩愿意签下遗产转让书，从此我们跟宋家的一切再无瓜葛。我母亲仍心有不甘，但都被我轻声安抚了下来。我奶奶看着我们一副好欺负的样子，更是得意，以后还觉得你们母女俩一无是处，现在看看还是有一个优点的嘛，那就是识时务。律师很快就将2份文书给准备好，我跟我妈签了字，按下手印后，我便带着我妈跟我闺蜜要回家去收拾行李。我奶奶还派那个狐狸精去看着，生怕我们会带走家里的值钱货。刚回到别墅，那个女人一改刚才沉默寡言的态度，双手在胸前一环，趾高气扬，快去收拾吧，我告诉你们，休想要带走这个家里任何值钱的东西，这里的东西以后可都是我跟我家文博的。我妈被气得不行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给闺蜜使了个眼色，支开我妈，妈，你先上楼收拾东西。等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，那女人低头欣赏着她刚做的指甲，嘴里还不忘讥讽，一个黄脸婆，整天就知道哭哭啼啼的，难怪峰哥会受不了，3天2头的往我的床上跑。我双眸一眯，嘴角勾起一个残冷的弧度，一个迅速的转身，啪，一个巴掌结结实实地招呼到那个女人的脸上。你个贱人，你敢！她话没说完，她的另一边脸又被我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一个用下半身拴住男人的骚货，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？还是说你妈生你的时候，你跑得太快，把你的脸皮卡在你妈妈的肚子里，忘记带出来了？女人被我打懵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啊！大叫着就要冲上来跟我拼命。女人没有料到我学过拳击，我猛地飞起一条腿，毫不留情地狠狠地踹在了她的肚子上。女人捂着肚子跌坐到1米远的地方，好半天站不起身，嘴上却一点都不饶人。贱人，我要报警，我要告你，我要让你一辈子老死在牢里，让你妈没人照顾，沿街做乞丐。说着，他就要拿手机报警。我闲庭信步地走过去，缓缓地蹲下身子，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猛地往下一压，拿出手机对着他这张脸咔咔咔地拍了几张照片。好啊，你报啊，那就等警察过来，好好的评评理，看看到底是插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更丢脸，还是我这个打人者更丢脸。你敢！那女人挣扎着，上手想从我的手里抢夺手机。我直接双膝用理论的往前一跪，狠狠地顶在了女人刚才被我踢了一脚的腹部。女人吃痛地尖叫了起来。我宛若欣赏一场大剧般，欣赏着此刻她狰狞凌乱的脸。啧，你说宋峰现在看到你这样一张脸，会不会还能像过去那样啃得下去？哎，可惜了，他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100万粉丝的视频号，那些人应该会很有兴趣。女人听着我的话，脸色瞬间就白了。她应该很清楚现在的广大网友到底有多厉害，再加上我庞大的粉丝群，她被人肉那是迟早的事情。再加上这个社会对一个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的容忍度几乎为0，
他被网暴还好说，但是他那个宝贝儿子，估计以后在社会上只怕再难再抬得起头了。女人瞬间就怂了，双手合十，向我祈求：不要，不要，求求你不要发出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向你下跪，错。你应该下跪道歉的人不是我。我抬手指着我那眼含热泪从楼上走下来的母亲，你应该道歉的人是她。你要好好的向她忏悔你对她造成的伤害。好，我道歉，我忏悔。女人连连点头，忍着身上的疼痛，转身朝我妈妈跪了下来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峰哥在一起，我不该跟峰哥发生关系，我更不该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对不起你，姐姐，你给住口！我妈妈怒吼着，双拳紧握，愤怒地冲到女人面前。她扬起手臂，终究是停在半空，没有落下。好一会儿，像是看一堆垃圾般扭过头去，快步地朝门口走去。文心，我们走。我跟闺蜜交换了个视线，见她扬了扬手里的手机，我冲她点了点头，推着行李一起走出了别墅。刚上车，我妈用力地抹了妈脸上的眼泪，转过头伸手将我的手捧在手心，一脸的担忧。文心啊，咱们不该签那些文件的，凭什么呀？我耗费了半辈子，跟着你爸爸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捞着，结果全都便宜了那个狐狸精跟那个私生子了呀。咱们娘俩儿出来了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你这才刚毕业，还没找到工作，就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我妈哽咽着，说不下去了，眼泪再一次扑簌簌地往下掉。对不起，都是妈妈无能，拖累你了。虽然我的确是刚大学毕业，但是我从小就对调香很感兴趣。在大学期间，就跟我的闺蜜俩人开始捣鼓香水，并且将它们制作成一个个短视频放到网上，迅速地积累了一定的人气。也因为我们香水的可定制型和持久度，已经在网站上打开了销路，很多买过我们家香水的全都成为了我们的忠实粉丝。现在的粉丝数正呈裂变式增长，已经遥遥领先别家的香水品牌，成为网络上香水第一品牌。闺蜜听到我妈的话，笑了起来：阿姨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和文心会让您过得比以前更好的。我妈只以为我们是安慰她，牵强地动了动脸上的肌肉。直到我们将她带到我们的公司里，她这才难以置信地看着有着几十号人的公司。文心，这真是你们俩人的公司？我们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对。我妈才刚开心了一会儿，眼泪又蒙上了她的双眼。孩子，你开公司咋不早点跟妈妈说呀？妈知道办一个公司不容易，你要是说了的话，我还能让你爸给你们多少投一点。我轻嗤了一声，他给我投钱？他都自身难保了，怎么给我投钱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妈睁大着双眼迷茫地看着我。我带着我们去了办公室，将我跟闺蜜这1年多调查的资料一一摆了出来。妈，我爸的家底早就被掏空了，现在还负债几个亿，要是让他知道我办公司了，他能让我这么安心地搞自己的事业？要是让我奶奶他们知道我办公司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松地摆脱这1个多亿的债务？怎么可能？我妈急切地伸手去翻开那摆在桌面上的证据，她越看越激动。宋峰这个混蛋，他枉为人父，怎么说你也是他的女儿，他怎么忍心这么对你啊？我妈拿着纸张的手在颤抖，宋峰他简直死有余辜。也难怪我妈妈态度转变得这么快。我爸的公司早在2年前就已经经营不善，一直在亏空。他拆了东墙补西墙，但是那个窟窿越凿越大，到最后是怎么都补不上了。
每天债主上门，逼得他实在走投无路了，便想到了一死了之。但是他死之前，唯一想到的却是他的宝贝儿子跟小情人，他不舍得让他的宝贝儿子认祖归宗，还在外面花了7000万给小三买了一栋豪华别墅，花了800万给他的好大儿购置了巨额的人身保险，甚至还给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存了3000万的现金，以供他们日常开销所用。而留给我的遗产便是几个亿的负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妈这才露出了这几天以来的第一个笑容。文心啊，你做得好，做得对。幸亏咱们跟他们断绝了关系，要不然你的未来那可就毁了。所以嘛，我们在这么开心的日子里，是不是应该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？一定要庆祝，必须得要好好的庆祝。我跟闺蜜带着我妈去了我们住的地方，是一套3室1厅的房子。妈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租的，您就安心的住着。我跟舒媛已经买了房子了，现在正在装修呢。妈妈不挑，这里我就觉得很好了。我以后就在这里给你们打扫、做饭、洗衣，给你们做好后勤保障生活。你们俩就在前面冲锋陷阵。我跟闺蜜对视一笑，好。我们3个放下行李，便开车去了本市最高档的餐厅吃饭。刚坐下，便听到了我奶奶的大嗓门在餐厅门口响了起来：“王娟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的。”我还反了她了，居然敢在我们的地盘动手。对妈，下次要是让我看到那2个臭娘们，我一定干死他们！我要让他们跪在你面前，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宋文博双手插兜，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。哎呀，我大孙子真是厉害，都知道要保护妈妈了。我奶奶说着，像是想到什么，拉着宋文博的手一顿。那奶奶呢？奶奶要是被人欺负了呢？宋文博扬了扬拳头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听得我奶奶一阵心花怒放。哎呀，果然还得是我大孙子，要是那个赔钱货。说着，我奶奶看到了我，撸起袖子，气势冲冲的就冲了过来。你个丧门星，我家阿峰平时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你连教个女儿你都不会，这么野蛮，居然敢动手打长辈。就像他这样的，看看还有哪个好人家敢娶啊？我刚要站起身准备迎战，一道身躯迅时地站了起来。我看看谁敢？这是20多年，我那唯唯诺诺的妈第一次敢直面对抗我奶奶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我妈妈压抑了20几年，终于要开始发泄了。我很是欣慰地坐了回去，任由我妈妈发挥。心想，要是看到苗头不对了，我再站起来也不迟。我奶奶也没有想到，她直接愣住了。我妈妈看了一眼用口罩包裹的严实的吴王娟，讥讽地反问我奶奶：“长辈，现在的世道什么时候这么败坏了？一个登堂入室的小三也能敢在原配面前如此嚣张了？”我妈妈的怒吼声瞬间吸引了整个餐厅内用餐客人的目光，大家全都对吴王娟指指点点了起来。天，这老太婆估计是活糊涂了吧？拉着一个小三出来晃荡，还这么嚣张？什么呀？你没看着他们身边还站着个男孩子吗？肯定是私生子，估计是重男轻女吧。外面养的给他生了个儿子，他当然得要维护了。真没想到这年头还有这样的老古董。那女人也是，当个小三了就在家好好待着，出来晃荡个什么劲啊？周围人的窃窃私语让宋文博的脸上瞬间挂不住了。他从小就被人捧在手心里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呀？臭婊子，我看你是想找死！说着就扬起手朝我妈冲了过来。我猛地一抬腿，狠狠地踹向摆放在我旁边的椅子。
椅子跟着惯性的力量，直直地朝着宋文博撞了过去。宋文博才刚走了几步，便被冲过来的椅子狠狠地一绊，再加上他平时营养过剩，肥硕的身子瞬间不受控制，直直地朝前面栽了过去。我奶奶想上手去抢，结果也被他的力量带过去，被他的宝贝孙子狠狠地当成了肉垫。吴王娟跑过去，先将宋文博拉起来，刚要伸手去拉我奶奶，哎呦呦，别动，我的腰，痛死我啦！一阵痛呼声从他的嘴里窜出来，叫完还习惯性地冲我妈大吼：“死人啊！还杵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赶快给我叫救护车！”我妈下意识地伸手去拿手机，但手刚触碰到手机，她的手便顿住了。她冷冷地看着我奶奶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跟你们家脱离关系了。你摔倒了，那也是你孙子拉的，关我什么事？”老太太痛得龇牙咧嘴了，嘴上还不忘骂骂咧咧：“你个丧门星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我这样都是那个赔钱货害的。今天我去医院的钱，你们必须得给我掏了，要不然我跟你们没完。我们可没钱。宋峰的公司和存款不是都让你孙子跟小三侵占了吗？你看病找他们要去。”餐厅经理见老太太真的站不起来了，赶忙打了电话叫来了救护车，终于把人给拉走了。妈，厉害！等我妈坐下来的时候，我佩服地直向我妈竖大拇指。我妈妈却是瞬间红了眼眶。文心，我终于不用压抑了，我终于敢对着她说不了。你不知道。我妈边说着边哽咽着，一边用手扇着眼睛，试图想要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站起身，一把将我妈妈抱进怀里。妈，想哭就哭出来，哭完了这一次，我们以后都要开开心心的活着。话音刚落，我妈再也控制不住地大哭出声。哇，文心，妈妈过去在你奶奶的手底下过得太压抑了。我这么勤勤恳恳地为这个家，可是你爸爸却这么对我们母女俩，我太委屈了。我闺蜜赶忙站起身，朝着周围的食客鞠躬道歉。周围的食客却并没有为此生我们的气，他们都说让我妈发泄吧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我妈妈大哭了一场后，我们又带着她去好好的洗了个澡，好好的去一去过去的晦气。晚上，我特意抱着被子跟我妈挤在一张床上，我跟她讲我跟我闺蜜的事业规划，我告诉她我们伟大的梦想。我妈妈听着，甜美的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们一直睡到日上三竿，直到我闺蜜的电话打过来：“文心，出事儿了！”我惊得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。公司怎么了？不是我们公司，是你奶奶的病房。现在讨债的将病房围得水泄不通，医生怎么赶都赶不走。听说现场还出动了很多警察呢。我看了看我妈，还安然地躺在床上睡觉。我掀开被子走出卧室，那些人是从哪里知道她住院的消息的？还能怎么知道的？昨天他们在餐厅里闹得这么凶，有食客看不下去了呗，把拍的视频放到网上去了，被那些债主看到了呗。听到你爸给他们留了这么多东西，那肯定得去跟他们要啊。这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大家闻风就全挤去病房堵人去呗。我笑了起来，看来他们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。闺蜜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担忧道：“要不你趁着这个机会，还是让阿姨出去旅游一趟吧。”我想了想，虽然我妈妈昨天终于勇敢了一回，但是现在性质不一样，这么多债主找上门来，估计我奶奶跟那个小三终于反应过来，我为什么这么干脆地签下那份断绝关系跟放弃财产文书。他们怎么可能会愿意善罢甘休？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要将我给拉下马的。不用说，接下来将会迎来遗产恶战。
嗯，好，我一会儿我不出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妈已经醒来，她平静地站在我的身后。文心，妈妈知道我一个家庭主妇抵不上什么大用，但这个时候我绝对不会做一个缩头乌龟的。她过来拉起我的手，有什么事情，妈妈跟你一起承担。我看着我妈坚定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们一起面对。果然，我这边刚挂断电话，我奶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你个杀千刀的，怪不得你这么干脆的放弃财产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儿子欠下大笔债务了是吧？现在你来跟我扯这些有用吗？当初可是你自己说要把财产都给你的宝贝孙子的，是你硬逼我放弃那份遗产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宋文新，你别给我扯那些有的没的。你也是我宋家的女儿，这些债务理应由你来承担。我真是被听笑了，哈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这个时候你想起我是你宋家的啦？晚啦。说完，我直接就把手机给挂断了。后来我奶奶又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我全都没有接。结果等到晚上的时候，我们网站的视频下面突然间涌出来一大批的水军，他们纷纷在我的网站下面留言：宋文新，你个不孝女，自己发达了居然就不管自己长辈的死活了。宋文新，你就是个无良的商家，没有道德的人，事业做再大又有什么用？宋文新，你爸爸刚死，你跟你妈妈就这么狠心，抛下你奶奶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上，去面对那么多的债主上门讨债吗？难道你们以后都不会老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怕你们的后代也会这么对你们吗？宋文新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一时之间，我们公司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原本客人定下来的货，一夜之间纷纷全都开始申请退款。而我们的货，因为都是为客人量身定制的，一时间全都积压了下来，其中的损失可想而知。甚至有大量的媒体开始对我们这件事情做了专题报道，直接将我们店的热度炒高了好几个度。我奶奶一脸得意地打电话过来：宋文新，怎么样？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吧？我现在给你2条路选，你要么给我把钱拿出来，把债还了，要么我让你倾家荡产，让你在这个城市里再也生存不下去。呵，我想笑，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脸，还让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不下去？你先掂量掂量你们自己有几斤几两吧。我奶奶被我激怒，正想破口大骂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我不跟你浪费口舌，我们王娟有的是办法让你乖乖的听话。我听着她得意的话，彻底笑出了声。吴王娟还真的是不负我那天在别墅里特意的提醒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挂断电话，我便打电话给我闺蜜，那些视频剪辑出来了吗？早剪辑出来了，就等你的一声令下呢。就是现在。我闺蜜先是把我父亲去世那天，吴王娟带着宋文博来认祖归宗，我奶奶逼迫着我跟我妈签下放弃财产的视频放了出来。视频刚放出来没多长时间，网上骂我跟我妈的言论瞬间就少了一大半，甚至还有人开始站出来为我们母女俩说话。什么人嘛，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，人活得也太现实了吧。他们那哪是现实啊，他们那叫无耻。就是啊，都说了断绝关系了，都说不用他们母女俩赡养了，这才过了多久啊，就反悔了。但是也有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开始对我跟我妈进行审判的。话虽如此，但是现在老人家遇到难处了，宋文新怎么说也开公司了，多少有点钱，都是至亲的人，总不能看着老人就这么被人逼死吧。是啊，
有钱就拿出来，帮人渡一下难关嘛，钱还是可以再赚的，命可就只有一条了。我看着这些评论，也只是笑了笑，并不予置评。我的闺蜜却很是开心，举着手机网页冲着我直乐：“文心，你可以呀，真是足智多谋，深谋远虑啊！现在我们的网店真的是一骑绝尘了。你是没看到咱们现在的公司都快要家喻户晓了，上到80岁老大妈，下至20岁小姐姐，全都在密切地关注这件事情呢。”我淡淡一笑：“我们现在是黑红，全都是抹黑我们的。” No， 闺蜜伸出手指头，在空中摆了摆。一句老话说得好，黑红也是一种红，至少咱们现在的公司已经深入人心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同。不过，我奶奶可不是一个这么容易放弃的人，再加上有吴王娟在背后唆使，我们可得要多做棘手准备。我把我的想法跟闺蜜说了。我闺蜜听完我的建议，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，拍着胸脯：“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”她的爽快却让我迟疑了。疏远，也许这一次不会像上次那么幸运，有可能我们会血本无归的。怕什么？我们有能力有技术，大不了重来一次，东山再起呗。我们还年轻不是吗？我眼眶瞬间如湿。我的亲人步步对我紧逼，甚至想要将我拉进万劫不复中去。而我的闺蜜，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人，却愿意倾尽所有的站出来，毫无怨言的支持我。谢谢，疏远，这辈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就在我跟闺蜜带着公司的员工紧锣密鼓地做着迎战的准备的时候，老太太带着一帮人直接闹到我公司里来，把我们公司给打砸一通，扬言说我要是不给钱，我这个公司也别想开下去了。我们公司内人谁都没有惊慌，甚至还有闲情逸致拿出手机，将这精彩的一幕给记录下来。我奶奶上次被我的视频整怕了，泼妇一般的冲过来，就要抢夺我们手中的手机。你们不准拍，不准拍，给我收起来，要不然我全都给你们砸了。我站出来，身体往前一挡，眸色阴沉地看着我奶奶：“你想清楚了，我们的手机可不便宜，你要是砸了，你可赔不起。”赔？我赔你个鬼！我就是把你这里全砸了，我看你能奈我何？我转头看向下属：“报警吧！你们敢！”老太婆说着就要故技重施，扑过来就要抢夺我员工的手机，被我拦下了。警察迅速地调动警力，来到了我们公司。公司门口，我们连夜摆起来的那些被客户临时取消订单的快递，全都被我奶奶带来的人给砸得稀巴烂，香气瞬间弥漫了整条街。好多闻香而来的人纷纷举起了手机，将这一幕给拍了下来。警察喝止了他们的暴力行为：“老太太，你知道你这样已经犯法了吗？你已经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，你这是要照价赔偿的。”我奶奶一看这架势，再次发挥了她乡下妇女撒泼耍赖的一面：“我没钱，我是她奶奶，我砸自己家的东西，我赔什么赔呀？警察同志，他早已经跟我断绝了关系，而且这里是我朋友的公司，他必须得要全部照价赔偿。”我说着拿出了当初签订的文书递给警察。“不算，那不算，那是他骗我签的。”我奶奶朝着警察就要扑过来，伸手就想要将那份文书给撕碎了。“站住！”警察将手一扬，冲着我奶奶厉喝：“你现在已经触犯法律了，你要是不想让自己坐牢的话，你就给我安分一点。”我奶奶一听要坐牢，马上有点不服气，小声地嘟囔着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不能因为这个赔他长得好看，你就欺负我一个老太婆呀！你
警察一听，瞬间怒了：“小赵，手铐拿来，给我把他给铐了！公然污蔑执法人员，先把他送进去蹲个10天半个月。”我奶奶一听，瞬间瘫软到了地上：“警察同志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胡言乱语的。”边说着，还一边抽打自己的嘴巴。我还从没见过这个野蛮的老太婆这么吃瘪过，心中一阵舒爽，但也不敢在警察面前太过放肆。我用力地压了压自己的嘴角。警察同志，现在陈月娥跟她的儿媳吴王娟女士在网络上造谣，并且在脱离亲属关系下，明明有巨额财产傍身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我，已经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我希望您能对他们采取一些强制性的行动。放屁！陈月娥刚要蛮狠，看到警察严厉的眼神，又缩了回去。我们娘仨现在除了债务缠身外，啥都没有了。我扯了下嘴角，拿出一份过去调查的证据，故意在陈月娥的面前晃了一下，递到警察的手里。陈月娥的儿子在死前给他在外面的小三跟儿子全都买了高额保险，还有豪华别墅跟现金存款，这就是我掌握的证据。你骗我，不可能！我儿子连我都没给我留下，怎么可能会给那俩母子留下？你一定是嫉妒我对他们母子俩太好了，你嫉妒，你故意污蔑他们。陈月娥嘴上说着不相信，但行动很诚实。她趁着警察一个不防备，一把将那些证据夺了过去。她自己不认字，让那些她带过来的人看了看，那些人肯定了上面的存款、保单以及别墅的信息。她瞬间就像是被人敲了一记闷棍，整个人呆呆的，抬起脚就要往门外走，被我的员工给拦下了。我的员工将我们早就已经估算好的损失表递到他的面前。陈月娥女士，你打砸损坏了我们店里的香水3000瓶，因为我们的原料都是从动物跟植物上纯手工提炼而成的，用料高端，所以价格也相对比较高，总价值60万元。麻烦你看一下，尽快赔偿我们带来损失。我的员工说完，陈月娥还没反驳呢，周围举着手机拍视频的看客先发出了感叹声。这些完了，他这真是债台高筑了。60万呢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3000瓶60万，也太贵了吧？贵啥？你没听说他们都手工提取的真材实料吗？当着警察的面都敢这么说了，还能有假？我早就听说他们的东西好，质量过关了，到时候我也来他家定制一款属于我自己的香水。听着员工一本正经地在给自家产品打广告，我忍不住抿了抿嘴唇。再听着周围的讨论声，我心里更是开心到飞起了。陈月娥推开众人就朝着我证据里的别墅跑，很多为了博取流量的人全都跟着去了。我通过直播间看到陈月娥敲响了那间别墅的大门，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光着膀子、满身腱子肉的男人。陈月娥刚要松一口气，结果穿着浴袍、裹着干发帽、不明就里的吴王娟问着谁呀，就出现了大家的镜头前。这一幕任何人看了都知道，刚才这俩人在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陈月娥直接就疯了，尖叫着就冲了上去。啊，你个贱人，你个下三滥的东西，我儿子尸骨未寒，你就敢带别的男人到我儿子买的别墅里做这种事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结果陈月娥的手还没碰到人，就被那个男人烦躁的一把推开。也不知道是男人的臂力太惊人，还是陈月娥终究是老了，她身体一晃，直接顺着台阶就滚了下去，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石阶上，鲜红的血液在地上漫开了一大片。
男人跟吴王娟两个人彻底都傻了。幸亏还有那些做着现场直播的人在，大家打电话的打电话，叫人的叫人，七手八脚的将人抬上了救护车。另一边，警察也闻讯赶来，那男人直接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开走了。吴王娟作为当事人，被请上了另外一辆警车。我坐在办公室，刚将直播关掉，扣扣，我的好闺蜜敲门进来，将一摞名片放到我的面前后，就抱拳在我面前鞠了一躬。文心，你这波广告做的简直是太牛了！现在外面有几十家媒体公司争破头，想要拿到咱们公司的独家采访权，还有几十家香水原料厂说，就算不挣钱，也希望跟我们合作。最主要的是，咱们网站上的订单彻底井喷了，订单都排到明年了。我现在都不敢去看那不停往上跳的订单量。现在我让人发招聘广告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应聘吗？舒媛说着举起一只手，张开手指对到我面前，5000，足足5000人。我看到那个数字，我感觉整个头都要炸了。我看着闺蜜手舞足蹈、絮絮叨叨的样子，故意逗她，这么多的事情啊，光是听着就好辛苦啊，要不咱们放弃吧？闺蜜一听瞬间急了，不行，那怎么可以？我的梦想是把咱们的香水品牌做到国内第一，远销海外。我们的事业如火如荼。另一边，吴王娟经过警察的一番讯问，终于从警局里走了出来。然而迎接她的却是一大群的债主，个个都让她把自己的债给还了。吴王娟怎么可能会甘愿将自己我跟宋峰根本没有关系，我凭什么要帮他还钱呢？你跟他没关系，但是你儿子是宋峰的儿子，宋峰给他儿子留下那么多钱，你想吃进去不拿出来没门。吴王娟被逼急了，大吼：谁说我儿子是宋峰的？一瞬间，现场的人全都安静了。唯有此刻正拉着他宝贝大孙子来接他妈妈的陈月娥傻了，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跟儿子掏心掏肺付出所有的宝贝，居然不是他们宋家的种。老太婆彻底的疯了，也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力气，趁着宋文博没反应过来的瞬间，抱着宋文博直接冲进了川流不息的车群里。吴王娟看着马路上躺着的2具身体，世界彻底的黑暗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